以色列彰显中东霸主本色，拳打哈马斯，脚踩黎巴嫩。乌克兰、美国球员遇阻，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血。咱们一个一个看。以军呢继续向隧道中灌水，哈马斯还在坚持抵抗，可种种迹象表明以军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在加沙地带的北部，以军第460装甲旅在贾巴利亚与哈马斯展开激烈的冲突，大约70名哈马斯成员向该地区的以色列军队投降，交出了枪支和装备。不知道是不是 IDF 把兵力调往了北部，这里的哈马斯活动非常活跃。卡桑旅仅在加沙城与贾巴利亚附近就造成了至少7名以色列士兵以及6辆军用卡车的损失。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哈马斯的卡桑旅依然活跃。下午14时，游击战击毁了一辆梅卡瓦坦克。以军第188旅摧毁了哈马斯的圣盖亚营总部，同时他们与第7旅突袭了汉尤尼斯市中心哈马斯的基础设施，摧毁了一个哈马斯隧道以及一个武器库。该武器库中呢，发现了摩托车等工具。另外，以军开始从西北方向包围汉尤尼斯。与此同时，以军保持着对汉尤尼斯的轰炸，拉法城也没有幸免。以色列对两地的轰炸频率高达1天10次。除了加沙地带，约翰河西岸也出现了哈马斯。以军梅纳什旅在杰宁逮捕了14名通缉犯，其中3人和哈马斯有关。随后他们搜查了附近的楼房，已经逮捕约60名通缉犯送回审查，没收各类武器50余件，爆炸物数百件，资金价值超过了10万新谢克尔。由于梅纳什旅行动迅速，以色列国防部认为60小时内 IDF 就可以完成清扫任务。可即便如此，约旦河西岸的治安呢，还是日渐趋于混乱，不知道警察部队会不会在以后彻底接手此地。在以黎边境附近，以军保持着对炮轰的高压态势，但黎巴嫩武装没有坐以待毙，也在12月14号夜间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以色列边境多处遭到炮轰，可是黎巴嫩的火力明显稍差，反击用的大部分是迫击炮，火力不足造成了他们虚弱的形象。看来48小时的最后通牒破碎了，双方没有坐下来，而是选择了能动手就别动嘴的做法。如果把加沙河、约旦河西岸算作第一战场，那么这边呢就是第二个战场了。就现在态势以及过往的经历来看，黎巴嫩都无法匹配以色列，只能看在未来的时间里有没有更多的中东武装下场了。仅依靠黎巴嫩的话，虽然他们比哈马斯强，但依然是被碾压的地位。在南边的红海海域，也门胡塞武装开启了无差别打击模式。12月13号大约上午8点30分，在红海南部，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梅森号收到并响应了阿德莫尔号油轮的求救信号，他们遭遇胡塞武装的袭击，梅森号及时出手，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控制的无人机。万幸的是此次袭击没有人受伤。第二天中午，又一枚弹道导弹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向着曼德海峡以北的国际航道飞去，一艘亚洲货轮遭到袭击。还好也门胡塞武装的准头不好，没有人员与船只受损，但美国没有打算让也门继续胡闹，在12月15号宣布海上特遣部队已经抵达以色列南部艾拉特港，看来也门胡塞武装以后要直面美国了。总的来说呢，现在的加沙地带还是很混乱的，除了哈马斯在被 IDF 按在地上摩擦，黎巴嫩也加入了被摩擦的行列。远在红海南部的也门一个不小心把导弹打到了 VIP 席吃瓜的美国人头上，于是也如愿地加入了被摩擦的行列，只是被摩擦的力度大小只能是冷暖自知了。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委内瑞拉，最后再去乌克兰。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和谈结果出来了，两国没有打起来，而是握手言和坐到了一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为此发了篇推特庆祝，可见有的时候军事演习还是很有作用的。大兵希望委内瑞拉不要再出现在战报里了。12月14号凌晨，俄军向敖德萨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防空力量宣布击落了41架俄军发射的无人机。这次袭击的重点呢是位于敖德萨南部的雷尼港运输码头，造成该港口短期内无法正常运作。其他的各方面战线依然纹丝不动，俄军保持进攻态势，乌军半步不退。只有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是打出了真感情啊！从阿夫迪夫卡3个方向展开进攻，北侧俄军又加大了对斯捷波韦至焦化厂一线的进攻。
乌军在这个区域打退了俄军至少30次以上的冲锋。南侧旧工业区方向，俄军继续对乌军110旅的防御工事发起试探性进攻，均被乌军所击退。西侧，俄军从谢维讷与乌军打阵地战，但均无进展。根据乌克兰最新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4%的乌克兰民众表示不同意以放弃领土的方式换取和平，而同意以放弃领土换取和平的人数仅为19%。看来乌克兰人还是没有被击垮。除了战线上的情况，泽连斯基也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在向美国求援未能完全如愿后，在12月14号又火速赶往了德国，在那里将举行对乌克兰援助案的投票。这里的形势呢依然非常严峻，不过泽连斯基很有信心，也必须很有信心。我们正在讨论承诺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履行了有关加入欧盟的所有义务。所以泽连斯基的意思是呢，我已经满足了你们所有的条件，乌克兰希望入欧并且请求支援。大多数欧洲国家是支持乌克兰入欧的，毕竟实际的输血情况就能表明欧洲人对于俄罗斯的恐惧，更何况投进去了那么多钱，也不能半途而废啊。欧洲应该会以其他形式继续援助乌克兰。也许是看到乌克兰处境太难了，芬兰与美国将在12月18号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芬兰政府将驻扎地点选在了俄芬边境。相信过不了多久，美军将出现在距圣彼得堡150公里的地方。如果再发生冲突，美军将能够迅速抵达芬兰。其实呢，这也算是变相为乌克兰提供了安全感。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乌克兰发送的约9亿美元，在12月15号到账了。不能说很多吧，至少可以缓解一二。泽连斯基的求援计划是任重道远呐。看看乌克兰士兵在前线英勇抵抗，以及国民对于抵抗侵略的决心。希望乌克兰早日摆脱战争吧。今天的战报就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